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还是要来关心的就是川普跟中国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好，美中的角力在川习会之后是持续的在国际间发酵。我们现在看到白宫公布了美中协议的细节嘛，说北京取消了稀土管制，而且做出了4项承诺。那川普这边则说，我们这次的谈判已经完全了消除稀土的威胁，而且他还说中国同意恢复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以及出售稀土的矿物。好，在川普的口中听来这个习近平是有所退让的中方是有所退让的。好，那当然川普又讲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变得更强大。好，那他说透过跟中国的合作，不仅仅是击败他们，甚至美国还可以变得更强大、更优秀。好，那真的是这样吗？因为现在川普有被说私下有放话说不能让习近平如愿。好，这是中国问题专家易明他所揭露说，其实川普曾经明确的表示，他不想让习近平如愿以偿。他说这暗示了就是美方在台湾的议题上面，其实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战略克制。好，所以美中贸易的这个谈判大家就说了，因为川习2个人见面算是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很多人也知道川普这个人不确定性很高，所以风险一定还在。好，那就是美中2国暂停实施那他特别刮胡不是取消好，暂停实施更高的对等关税和出口管制的措施，就是要凸显出双方长期的互不信任以及紧张的局势可能会再度的有升级的风险。所以呢，大家还是很担心啊。那大家就会问说，这关税是不是已经没有解了？因为接下来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互呛的成分，尤其美国的财长现在又在警告中国大陆说，如果你再限稀土的话，我就再加关税。好，这个中国大陆看到这种老招也是知道说要怎么应对啦。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说，威胁跟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美中应该认真的落实2国元首釜山会晤达成的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好，他这句话其实言外之意就说了，我们川习才刚见面你背后又讲了这样子威胁我的话那到底是要怎么样？就是人前一手，人后又一手的概念。好，不过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也是恢复了购买美国大豆那英国媒体则是说，其实现在巴西的大豆中方还在加大的采购当中。好，因为呢市场预期中国将会恢复美国进口美国的大豆嘛。好，那南美的大豆价格最近就有所回落了。好，中国的大豆进口商就随即加大了对巴西大豆的采购力度。好，那在中国经营这个油脂加工厂的贸易商说，巴西大豆现在比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大豆便宜，所以他们抓住了这机会，赶快预定货物。好，那自上周以来他们看到对巴西大豆的需求而是有所增加的。所以根据中国大豆协会这边公布的数据，今年1到9月，中国占这个巴西大豆出口的79.9%，高于这个历史平均水准的74%所以真的是量很大。好，那也要看到纽时现在也揭露说，北京在20年来是下了一盘大棋。好，这就代表说他们试图在20年前就要慢慢的来断开西方的依赖。好，川普试图要降低美国对北京出口的依赖，防止中国大陆工厂的产能过剩，淹没了美国的经济。但其实北京早就已经逐步的脱离对美国的依赖了。纽约时报报道说，过去20年，北京推动的是经济自主化。好，那也建立了对美国施压的关键卡点，
让美国更难以封锁。那经济自立不仅是习近平的政策核心，那也延续了胡锦涛的方针。好，我们还要再看到除了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谈判有关稀土，还有关的是大豆农产品。其实现在美中的晶片角力持续的在上演当中。这个黄仁勋就很着急嘛，因为他的 Blackwell 到底会不会卖到中国呢？好，现在说他游说美国这边根本没用，因为川普高层仍然是力阻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卖到中国。好，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尽管黄仁勋非常的积极游说，希望能够开放降阶版的 Blackwell 对中出口，但是川普团队还是一致的反对。甚至卢比欧还警告说，如果放行的话，就会重创国安。那卢特尼克跟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是接连的表态反对，所以最终宣告了失败。那不止中国被禁其实川普也说，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的晶片只能卖美国的企业。好，已经讲出了他的底牌。他说，只有美国客户能够取得了辉达最顶级的晶片跟最先进的晶片。我们不会让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来拥有，我们会让中国跟辉达做生意，但不涉及最先进的晶片。好，美国你不卖我没关系啊，中国大陆自有办法。我们也看到《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加码在补贴对部分国内大型资料中心的电费减免，最高达到50%。他们希望能够加强促进国产晶片产业的发展，要力图跟美国来进行竞争。所以您看到像荷兰政府不是一手挑起的安氏半导体的这个风波吗？其实还在继续。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紧急的寻求中国对安氏半导体晶片出口限制的豁免，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贸易的僵局。好，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川普真的是跟习近平见面之后讲的好像很不错，跟他之间因为你看他的1个小时专访里面提了41次的中国。但他的财政部长还是在背后数落中国。我们先问赖老师。目前来讲，财政部或者美国了美国所公布的单方面的资讯，好像跟中国大陆所公布的资讯对不起来了因为大陆这边的商务部在第一时间，就是双方会谈之后公布的一个讯息是说中国的10月9号之后的这个有关于稀土的管制措施。往后延1年这是10月9号之后，所以10月9号之前的都不在这次的谈的范围内。但是贝森特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包括之前的都全部都在管制的范围嘛，都在解除的范围。这个就跟当初讲的已经不一样了那对于大陆来说的话，就是你美国从马德里会谈之后，对中国所列出来的那些清单，还有例如说1200家的清单。还有就是有关于50%的资本的这种穿透性的企业，那么都要制裁，就估计下来大概有2万家，那都要拿走。但是美国这边是对于他们马德里会谈之后的也没说然后这些穿透性的清单是不是都要拿走，他们也没说，他们只说中国大陆要把这个稀土的管制取消。但这个跟事实不合嘛所以彼此之间看起来这个协议又签不了，因为贝森特的意思是当时就是说很快的1个礼拜内签完，但是从30号到现在已经5天了，31、2、3、4已经5天了。那目前来讲，彼此之间的争议好像还是不少。另外，格里尔他又说了他们就说我对于对中国的301的调查还是继续进行，但是那只是继续进行。不代表他调查之后的制裁就会推动。可是当初有关于船舶的这个调查之后的规定的措施，事实上当初的协议就拿走了。所以中国这边的宣布就是说，你取消了，我这边就取消那目前来讲，这个部分也要确定。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贝森特说你如果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会再给你课100%的关税。可是我觉得这个贝森特有点智障要不就是有一点这个金鱼脑。为什么我会讲这2点？就在今年现在才11月，就在今年从2月份打贸易战打到4月的时候，就是你美国对中国课多少，
中国就对你课多少嘛，而且是你课的时间的实施执行日期开始，中国就当天对你课，那一点都没有含糊啊，就是你多少我就多少。后来双方就一直叠加到145，那中国大陆就说145，那就是完全脱钩了，那就够了嘛。那够了，怎么美国自己又加到245？后来美国也看这245已经是开玩笑的了，川普最高还喊到285，大家都觉得开玩笑。145，中国都没再怕了，那你贝森特的100，中国怎么可能会怕？所以我才会说他是不是脑袋有点问题啊？这个才没多久的事，今年4月的事，逼着他飞到日内瓦，而且是他飞他飞到日内瓦去跟当时在日内瓦访问的何立峰来谈，然后才谈出这个结果。怎么一切都忘记了？买大豆对大陆来讲，当然买也对大陆有利，不买也有利。这次又宣布要买3船的时候，巴西马上降价了，而且这一降价对大陆的农民养猪农很有利啊。当然，中国马上又跟你巴西买10船，那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大豆对大陆来讲，买跟不买都成为武器了。好，苑教授怎么看？我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让大家知道这个美国这个谈判是一回事在韩国谈判一回事，但是他写的报告完全是针对美国国民写的报告了不是写给中国看的了。这个里面大家也不要想到说是美国拿捏不了什么中国的，美国本身呢，在这个性格上来讲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只有金牌没有银牌要做世界老大，这是第一点这个大家要记住。然后第二点的话呢，美国人本身呢，因为长期那个民主环境他讲的消息是要让他们自己听的。你看那个川普里面写的消息就是我们大获全胜这个宣布获胜跟那个印度的莫迪是很像的了，就是说不考虑现实的情况。然后呢，这个里面讲的话，稀土没有问题了，那中国买我们的大豆连续的话3年，每一年买了2500万吨什么的，他这里面讲的是这种情况。那里面牵涉到了这个大获全胜包含芬太尼的税还是要抽什么的。然后呢，那个贝森特一下高兴得意忘形，忘了搞不清楚说我们最快，因为那个 BBC 讲过说，这个美国人在离开韩国的时候就 left with empty hands， 意思也就是说空着手走的，没有签下任何实质的东西。然后那个拜森特马上就讲说，那个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就要签了。下个礼拜签的话，看样子是黄了，看样子是没希望了这一下子恼羞成怒了。原来在这个会议之前讲的我们要有平等尊敬态度，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啧啧称奇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对人家用尊重的态度来讲话，也没有用平等的态度来讲话。大家要了解美国本身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次碰到硬茬了，碰到大陆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呢，大豆跟稀土的意义还是不太一样的你大豆来讲的话呢，就对于牵涉到美国的内部的这种政治那个豆农的话呢，里面的话呢，他们这个抗议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到目前为止，大陆没有买了只买了18吨的，一艘船载6吨，3618就是这样意思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那3年的话呢，川普的任期也没有任何纸上的协议这个我觉得呢，大陆是在美国头上悬了一支这个希腊文讲的达摩克利斯剑你要是表现不好，像现在这个样子的话，马上剑就落下来落到你头不管多近反正不管怎么样，你这个贸易战的话是没有用的。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稀土是一个真的非常有效的钳制美国的工具因为这个稀土的话呢，我今天看了一个报道，中国的话呢，在这个北方的话呢是生产的轻稀土，在南方尤其是江西那一带的话，湖南那一带是生产重稀土，所以这个的话呢，这个中国在所有的稀土17种元素里面占的比例最多，而且蕴含量最丰富，提炼技术最优秀。另外的话，再加上人才与制度以及环境上的成本的付出，这个是美国追不上的。那贝森特又是吹牛了就2年，最多2年我们追得上。那你试试看。那大家都会发觉，所有的国际媒体都在讲，美国这一次的话呢，对外也要说一些实话。你对内讲谎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对外的话，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呢，会影响到你的判断。而且我觉得这整个态势当中的话呢，大陆的目前为止的趋势是基于主动的情况下，美国显得很被动，我要不要卖稀土给你，要不要买你的大豆那么这种情况下都很麻烦。另外我提一提黄仁勋的事情黄仁勋自己前一阵子讲他的理由是这个 Blackwell 要卖给中国的原因，要增加中国科技对美国科技的依赖性。黄仁勋，你泄露了国家机密
你这个话不能讲，你一讲以后，你这个 BlackBerry 不要卖了，不要卖到中国去了，人家怎么可能依赖你的科技嘛？大家想也知道嘛，所以说这个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那他讲这种话的话，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对于美国来讲，就是很相信他的这个 NVIDIA 的这个芯片是对不上的。好，将军。我们看川普讲这句话，美国与中国合作可以变得更强大。那中国讲的是什么话？就是中国与美国应该相向而行那这次来讲的话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之后他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世界已经变成 G2 的世界，也就是两大强权但是我觉得苑教授刚刚讲很对，美国是一个很骄傲的国家。其实美国自己本身来讲，他们有一个理论叫修昔里德陷阱。什么叫修昔里德陷阱呢？就是当有一个新兴势力兴起的时候，那挑战旧有的势力，旧有势力一定会把它打压下去。那双方来讲，新旧两个势力究竟孰胜孰败很难讲，但是一定会互相的这种牵制之。这是美国的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当中国来讲，方方面面都已经开始迎头赶上的话，那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国可以冒出头来所以我觉得川普讲这句话是在骗人的，就是美国不可能跟中国互相合作，他只会打压中国，是不可能跟中国合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川习会因为贸易战之后，我们看到川普不管是在这个贝克威尔晶片或者是科技方面来讲的话，还是极力要打压中国。但是我觉得这个打压是很难的，就像是美国这个学者所讲的中国已经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下一盘大棋了。这盘大棋的棋子是什么呢？不是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黄豆啊、稀土啊这些小东西，因为习近平讲说中美两国要开始算大账。那大账这个棋子什么？我觉得有包括很多了往大一点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军事方面双方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大陆来讲，不管是这个各项的导弹，或者是航空母舰或者战机，已经在方方面面，这是军事第二个科技方面中国也在这方面下一个大棋，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棋子。第三个能源也是一个棋子，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在西伯利亚2号管道，还有各个地方发展它的绿色能源包括到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甚至于水力发电能源来讲的话，以后不再依靠美国。另外来讲的话，地缘政治那中国来讲一定会想方设法，不管是搞好跟韩国、跟日本，还有这个包括到这个中亚那些一带一路的彼此之间关系。另外来讲的话，经贸也是这次的重点，所以中国已经在方方面面各个下个大棋，等于说像一个围棋一样，它一个子一个子慢慢落。等到有一天，这个美国突然发现说它已经被围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可能已经来不及。那目前我们看出来可能中国在这个晶片方面可能还这个略逊于美国一筹，但是诚如这个黄仁勋所讲的，如果这时候他贝克威尔不赶快再卖给中国，让中国必须依赖他的话，那中国自己自力更生，那未来哪一天它发展出来，那很难讲。因为几年以前我们也想象不到说中国可以造航空母舰，那现在中国居然可以自己设计，而且可以制造航空母舰，那你难保哪一天中国可以设计出来，自己制造出来自己的 AI 晶片，可能性能效果不会比贝克威尔还差。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也要来关心到的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互动跟发展，因为现在中俄的这个中国跟俄国的总理这边有定期会晤，杭州举行。好，我们就看到李强他说中方愿意跟俄方这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的遵循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各领域的协作，那不断的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实践现代化的道路上面要继续的携手前行。好，所以即使这个美中的气氛看起来比较回暖，那莫斯科跟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他认为也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好，那当然嘛，中俄之间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一定是更加紧密的。好，但是因为川习会之后，大家也会看中俄之间的这场会晤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其实有签了多项的合作协议包含了是贸易、投资、能源、交通、农业、太空，那要意图深化的就是这
这个双边的合作。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嘛，川普不是接受了60分钟时事杂志的专访哦，那当然他也赞说，这个习近平被问到说啦，习近平跟对不起，是习近平跟普京之间哦，谁更难对付？好，川普回答这个主持人问题的时候，他说这2个人都很强硬，也都非常的聪明，他们都是非常强而有力的领导人，可不是好惹的。好，但我们也要反观看到啊，现在美国跟韩国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些互动，也就是军事最高的指挥官哦，这2位首度的共同执行飞行任务。赫格塞斯在3号的时候到了韩国，跟南韩的防长安圭博共同视察两韩的边境。那美韩空军2025年第2次的自由旗帜联合空中的演习。好，那当然看到这美国参谋首长的联席会主席哦，这个凯恩跟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议长陈永成在乌山的空军基地哦，搭乘2架的这个KF-16战机，那升空督导联合军演哦，这是美韩同盟首次由2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共同执行联合的飞行任务。好，因此你也看到这张照片就出现了，就是刚刚我说的凯恩以及陈永成。好，那赫格塞斯到南韩这边也出席了美韩安保会议哦，那当然也说应该会跟李在明来见面。那这个防长之间就是因为到南韩嘛，所以南韩也有举行一个欢迎仪式。那2国的防长也一起来检阅南韩的军方仪仗队，2个人出席的就是美韩安保会议，要强化的是2国的军事同盟。不过现在也有学者是说，川普当时不是跟高市一起现身在这个横须贺美军基地吗？他高调的把亚洲防线交给了高市，就有那种你给我顾好，那变成是日本这次拿到了尚方宝剑，目的就是要向中国释放说我们美日现在已经是同盟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好，不过刚才讲到韩国这个李在明，目前来看他到底会不会听川普的？因为现在说安美金中的战略正在松动当中，美国驻韩国来建核潜舰所以首尔跟北京的关系就会面临考验。那南韩的前驻英大使认为随着北韩的核威胁升高，发展核潜舰是必要防卫手段，但是一定会触动到就是中国大陆的敏感神经。那南韩的左派媒体韩民族新闻也担忧说，如果驻韩美军的角色从协防南韩，接下来转为牵制中国，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就会面临考验。南韩的前驻欧盟大使说，安美金中的结构仍然具现实的意义，但是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因为依然是相当深厚。好，李在明发文评论的中韩元首的会谈他说恢复关系走向共赢。李在明说，双方同意全面的恢复韩中关系，在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上的基础，再次携手走向务实合作、互利共赢之路，意义相当的深远。所以韩国还是没有放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交往跟互动。好，所以呢，看到有一些趋势，也是中韩的央行续签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规模是4000亿人民币。那川普这边则宣称中俄都在试射核武，不希望美国成为唯一不核武的国家。好，那当然这个川普是在上周突然宣布说，我们美国也要恢复核试直指说俄罗斯跟中国也都在进行所以这部分他觉得我们一定还要再进行。那川普硬扯中俄，有人就认为说是不是正在合理化美国核试的行为呢？那也被川普指控说，哇，秘密测试核武器，现在中国大陆这边也是蛮强硬的。他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跟负责任的核武国，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那要坚持的就是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恪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好，让中国大陆蛮跳脚的，因为这个川普特别又指到了这个中国，好像在讲说中国有这样子的意图存在。好，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现在也是蛮多人关心关注的焦点。先问赖老师。大国有大国在下的大棋盘那小国或是中等国家有自己下的小棋盘，但是中等或者小型国家下的小棋盘，他们基本上来讲不太能够撼动影响大国下的大棋盘。
可是大国下的大棋盘一定会改变，影响到小国跟中国型国家它的所有的一举一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还是非常稳健的关系继续在走，他们的大棋盘就是背靠背。那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大陆本身跟俄罗斯的这种关系，尤其是相互信赖关系，是一直在往上叠高的情形下，我们很留意的，俄罗斯在中国的边界线上，它基本上是几乎不需要放置兵力。那中国大陆在俄罗斯边界几乎是不放置兵力了，所以大部分的兵力都是，例如说对大陆来说的话，像北部战区，它就管朝鲜半岛到日本这个地区；那么东部战区就管台湾啊、琉球啊，还有已经到这个巴士海峡。那南部战区就负责南海，然后其他的中部跟其他的战区就作为一种支撑后援后备的这种力道，那就形成了一个大战略的一个局势在走。对俄罗斯来讲也是如此，所以它的主要的力量有一部分可以放在远东地区对于日本海、美国、阿拉斯加、加拿大、日本还有韩国等构成的一定的威慑力道。那它主力可以放在欧洲，不管是对于这个大西洋的北边或者是南欧这个部分里面，它形成了往两边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那美国原本川普上来的时候，想透过他跟普丁私人的关系，看能不能敲动中俄之间的关系，制造一点矛盾，掺一些沙子。可是看起来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情形下川普这次到亚洲来的时候，他很明显的他发现韩国也变了。因为韩国的尹锡悦已经不再是韩国的李在明不是过去的尹锡悦，是尹锡悦是一面倒向美国，所以尹锡悦把朝鲜半岛的关系搞得紧张，他把他跟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那所以韩国事实上是相对来讲，在整个东北亚的局势，他只能依靠的日本跟美国在走了，他没有路走。那现在李在明很明显的就松动了美日韩的这个关系，他并不是说改变了，但松动了也不是说今天美日韩就走不下去了，而是他亲美，可是他是一直在缓和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跟中国关系的改善，他能够缓和跟朝鲜半岛，也就是跟朝鲜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他的核动力潜舰的一个计划打造，会破坏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一个政策，也会使这个美国等他们制裁朝鲜拥有核武这个力道会减弱，这个对韩国不见得是有利的，也会改变俄罗斯、中国大陆对韩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韩国做这个决策还是要再想清楚牵一发动全身。好，将军怎么看？这次来讲，俄罗斯的总理叫米舒斯金到这个中国来访问。那他第一站是到了杭州。那为什么到杭州呢？我们知道杭州现在来讲的话，是等于是中国的科技重镇所以他到这边来是跟中国科技上面做一个学习，做一个交流。然后之后来讲的话，他到北京去见了李强。那这个米舒斯金本身是经济学者然后跟李强也是在国内搞经济的，两个人一定是做经济方面一定有一番的合作。那现在来讲，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见习近平的时候。那我认为这次来现在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很明显的，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俄罗斯被这个欧洲很多的国家，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做制裁，所以他唯一必须能够对他来讲，他能够放心、能够依靠的就是中国。那很多的原物料必须像他的这个天然气石油来讲，必须卖给中国他才有相关的经费、相关的费用来提供他作战的物资使用。所以我认为说是这次米舒斯金来，第一个会谈的一定是西伯利亚2号管道，因为那时候93的时候。这个普京到中国来大概已经搞定了就是天然气管道，那时候在想说走哈萨克还是走蒙古那现在来讲的话，这条天然气管道是从蒙古进来，
那双方来讲还有很多细节可能可以敲定，譬如说是这条管线由谁来经营，由谁来出资然后每年可以卖多少到中国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这是米舒斯金来最重要的是，我想这是他来谈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来讲的话，他当然必须要依靠中国持续卖给中国，不管天然气或那个。那当然这个生意归生意这个国家朋友归朋友。那这个价钱来讲的话，我觉得双方也会利用这机会来谈，因为俄罗斯来讲，如果说是它的这个石油、原油或天然气没办法再卖到欧洲去那中国这时候当然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来跟他谈，来跟他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这时候到这个日本跟韩国，很明显的，他要将这个东北亚整个东亚地区的防务责任交给日本跟韩国所以说他跟这个高市早苗说这个同意他开一个空的支票给他，随便他填要什么东西，然后来协助他发展他们的军工业，那恢复他的军事强权。那对韩国来讲的话，会答应让他这个帮他建核子潜舰。我觉得这很明显的都是剑指中国了剑指中国。那美国来讲，自己可能要做战略退缩，他就可能转移到第二岛链，在关岛那边，他将第一岛链的防务责任交给日本、韩国来负责。袁教授，我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中俄关系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天佑中华了俄乌之间的冲突的话，这场冲突打得这个俄罗斯快撑不住了如果说是没有中国购买它的这个油气的话呢，那我觉得俄罗斯的处境会非常麻烦。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发展的话呢，我们这样子讲比较形象的比喻一下原来的话呢，闯关东现在极有可能是闯远东大家记住西伯利亚大概有7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俄罗斯这是上限了。那下线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定期在杭州的集会聚会讨论经济的事务或者说是开放免签证那么这个都是一个目前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征兆。那另外，我觉得川普在讨论到这个有关于这个普丁跟这个习近平主席的时候呢，就用他们的比喻的放在一起让人产生错觉，其实这两个人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普丁的话呢，是因为正在国家是属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而转变成为全面战争的一个下场下，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下，那跟川普在谈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发挥很大的智力。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得出来，普丁是骗了川普，或者说是川普以为普丁很好被骗，搞了半天是自己被骗那么习近平主席的话呢，跟他都是讲道理，大家可以翻开这个资料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日本就交他由负责亚洲防务我只听过日本人有菊花羽箭没听过尚方宝剑我觉得日本人敢不敢要这把尚方宝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前一阵子的话，大家传出来俄罗斯为什么跟日本突然强调说我们之间的20大战以后的合约都还没签你要搞清楚这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因为俄罗斯那边的话呢，拿出日本的详述里面的条约给这个大陆看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也很惊讶，发现原来四国岛是应该由中华民国占领的。那这样这个条约里面写得一清二楚，你认为日本会不紧张吗？那当然会很紧张。那日本现在拿到这个尚方宝剑，美国给了空头支票，你就是美国给什么东西，美国自己来都不行你不要说是那个尼米兹舰上面掉了两艘先进的飞机，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那另外的话呢，我要谈一谈这个核爆试验我觉得这非常恶劣这非常恶劣。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你我对不对？我们原来有一个核子不扩散条约大家都签的，而且这签的当中的话呢，是由5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来负责管理的那个川普现在讲说，中俄都在试爆，我们也要试爆。这个世界上有5个国家是合法的拥有核能武器的同时，大概也有5个国家他们偷偷摸摸的拥有核武器，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那么这个世界的和平就关在这个一举。那川普现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也足以证明美国的总统水准非常低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再把镜头看回到美国，因为川普真的很忙，而且他原本还要出席的是最高法院的关税辩论但是他现在不去了。好，大家知道吗？川普的关税引发全世界的效应，那也引发了他们国内的哗然。好，原先表示说自己会亲自想要去最高法院的旁听辩论，但随后又改口说很想去啊，但是不愿意出席，干扰听证会进行，所以最终是不去了。好，那不等最高法院的终判其实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又讲话了，他说现行的关税将获判可继续执行，但如果被推翻的话，免惊，我们政府还有其他的法源包含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等等所以就是代表说关税我就是要一直的走下去。好，那美国工业设备制造商执行长则说，无论川普引用哪一条法律，会想方设法的让关税无法被挑战，那企业将不得不压住的是生产转向。那现在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川普政府根本是无法无天我们看到了 FBI 的局长搭公务机约会哀轰还迁怒开除了下属这样的事情就是公器私用那相对于美国现在人的感觉非常有相对剥夺感。好，因为这个美国民众不满情绪升高，主要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关门嘛。好，那法院也裁定要继续的进行粮食补助措施。好，所以这是美国的2位联邦法官就在日前裁定说，联邦政府必须继续履行对美国营养补助援助计划的给付责任。那川普政府在3号就宣布，尽管现在资金短缺，还是会在11月部分恢复发放食物的补助。好，那看到我们这几天都要讲说，美国人民现在生活过得很辛苦，因为很多公务员他是没办法从这个国家拿到钱的。但是川普在干嘛呢？我们看到川普竟然在开趴。好，他前一晚还在海湖庄园举行了奢华的万圣趴，画面已经被流出了主题是享乐无罪。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还有这个华府的联邦检察官皮洛等政要都是座上宾这种画面看在美国人眼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好，酒池肉林的感觉就是这样好，那当然了，这对比就是4200万美国人断粮那川普的部分就让很多人是非常的火大。你看上传之后引爆了怒火。加州州长纽森也说川普举办的是大亨小赚的派对，同时有4200万的美国人正在美国营养补助援助计划这个消失了，所以让人家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也不满意。好，那最新民调就揭露，其实有60%的老美不满意川普的执政那这部分也看到67%认为美国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那川普的整体支持率为41%，不支持率为59%。好，那现在川普是不是要面临考验呢？因为马上就要进行期中选举了。他接下来这个重大考验，除了回到国内面临连串的地方选举，联邦政府停摆进入到第2个月，那此周将是执政以来最为关键的政治时刻。因为纽约市、美国维吉尼亚州跟新泽西州在4号的时候要举行市长跟州长的选举投票。好，那距离2026年期中选举也只有1年。所以这个4号的投票结果会成为共和跟民主两党势力对比的一个重要方向指标。那纽约市长这一位呢，他叫做这个曼尼拉现在声势也是大涨，他是民主党的。好，那川普就说了好，因为我们的第2高是前纽约的州长独立候选人古默，好，那我们现在就投他，不要再投共和党了。所以他是直接弃保所以整个民主党内也是有一点点挫到，因为本来这个独立候选人古默他也是民主党，所以民主党现在也是有一点内讧所以这整个战局蛮乱的。好，那众院议长的这个民主党领袖，他则认为我不认为曼尼拉是民主党的未来啦，就是说这个接下来这个里头，这个民主党第1高票的人，可能也会是党内不喜欢的人，因为他认为他太过度的转左向，反而会失掉中间的选民，那对2026的期中选举也未必有利。好，那纽约市长选举就要登场了，左派议员曼尼拉民调领先，那川普呛当选要撤销联邦的补助。好，所以现在看美国很乱。
大家有的没钱呐、有的拿不到钱呐、然后又有选举哦，整个政治氛围非常的极化。我们先问赖老师，关税的问题到底是总统权力还是国会权力啊？这个是在争议啊，所以现在加州等好几个民主党的州，他们提出诉讼嘛，现在已经到最高法院了啊。对于川普来讲，他非常的迷信关税，他认为关税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产生他所预期产生的作用。那他预期产生的作用呢，也就是第一个，美国的联邦政府那么赚大钱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外资会投入到美国来。第三个就是外国的企业也因为承受不了这个高关税，所以他们就搬到美国来。然后有助于第四个就是有助于美国的企业壮大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美国没有生产的东西外资也不愿意进来，外企也不愿意进来的，那美国也可以重新因为有一个市场了，国内的内需市场，所以他们会有新的工厂设立。所以这些机械制造商的理事会他们都认为这样的话会让他们赚大钱，会让美国有更多的资金进来，然后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是从关税开始2月一直到现在已经11月了，它所呈现的现象还没有出现川普跟他的团队中所预设的现象还没有。那非但没有，现在看到的是物价一直在上涨。物价一直在上涨，目前大家分析，也就是说专家进入仔细分析的时候，发现超50%以上，快到60%是由进口商吸收，30%左右是由这个零售商吸收，然后出口商只吸收1%。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的联邦政府剥削的不是出口的生产制造商，而是剥削的是美国自己的进口商跟零售商。那很多零售商或者进口商撑不住的，已经把它的价格已经往上调了，所以美国的消费者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物价上涨了。联准会估计物价真的最严重的可能会在年底到明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原本有囤积很多产品的避开关税的，它的仓库都见底了，所以当它再重新从国外进口商品进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他当初买的价钱，他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亏损，所以他会更多的把它转嫁到消费者上面，所以物价还会有一波的上涨。这也就是联准会他们估计这种通膨的这个野兽还没有被扑灭。另外一个，那他怎么能降息呢？联准会不降息，那联邦政府付的债的利息就一直高居不下。所以我认为川普的这个豪赌最后会怎么样，我们再看看吧。郝渊教授怎么看？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大家要搞清楚啊！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社会的就是美国。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朱门酒肉臭啊，入有冻死骨啊！这个酒肉的话呢，吃不完了变臭了。如果冻死以后呢，没人埋葬的话呢，骨头露出来了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美国社会的什么都看钱尤其是川普本身有基于商人立场，就是说基本上的话呢，我觉得要了解美国，一定要了解这个道德观念要转变，你不能够拿中国传统那种以和为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来看一个领袖人物。那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我最近讲一个消息那个比特币就虚拟货币之王赵长鹏被川普特赦了至于底下有没有暗码的话呢，我不知道。川普就会说，在接受 CNBC 60分钟访问的时候，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但是他已经被特赦。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川普不但非常高调的庆祝他的万圣节，说句良心话，万圣节好像在我感觉上这个 trick or treat。这根本就从小我听到这个事情都不觉得是一个什么重要的节日，但是我不晓得川普居然重视到这种程度而且还开这种这么大的一个 party 就叫做小 party， 根本伤害不了任何人，这还取了个名字，放这个歌曲这个名称，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大家要了解美国社会路有冻死骨什么的，4200万人要领这个 food stamp。我跟你讲我当初在读书的时候听到美国可以发 food stamp， 因为我很多老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都领过 food stamp， 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哇，
根本都吃不完了，你知道吗？美国的牛奶啊、面包啊、生活中啊，根本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吃不完都觉得说这个美国梦啊，这个美国天堂这样来的。那现在的话呢，在美国的资本主义运作底下的话呢，那么他们的政治极其混乱的结果，导致他们经济也混乱。现在社会的救济基本上说停就停啊！我请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些事情啊，就是美国现在的公务机关之所以关门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不愿意直接接受奥巴马总统在时候所推行的健康保险计划的这个减免计划了哈。那么其中包含了弱势团体，但是川普说这些弱势团体的话都是吸毒的啦，都是监狱里面被关的犯人啊什么的。那么这个事情他绝对不妥协啊！就这些人，我跟你讲哈，川普的这个绝对不妥协，让没有竞争力的人一点医疗保险都没有得到，这件事情在我们听起来就很难过，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健康保险的国家，会觉得说不管这个人好坏，你都要照顾他，对不对？美国不是这样，美国完全不这样子。所有认得的美国人现在都是基于保险的缘故，他们非回来不可，因为实在太贵了。那至于说是你要是活得很好的人啊，在美国可以得到最大的享受，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制度，这个资本主义的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好，将军怎么看？依据美国自己最新的联合民调显示，这个川普现在他的支持率只剩下41%，但是这个不认同他的、不支持他的高达59%，代表大部分的这个美国的民众来讲的话啊，就是不认同川普这一阵子的所作所为，甚至于有1/3的这个美国民众认为要实施一场革命那我们看到美国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整个国家很乱每个礼拜天不是每个礼拜天啦，但经常3不5时假日的时候都有所谓无王日的这种游行跟示威当然这主要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关税胡乱的政策，他总是希望说是借着关税提高关税，将制造业拉回美国，但事实上却推升了自己民生的通膨那现在来讲还不是通膨最严重，因为很多的这个进口商他把货拉进来以后存储在仓库里面，现在陆陆续续在释放出来。那等到这个仓库里面货卖完以后再卖的话，当然这个物价就会紧接着上涨。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川普他还做了什么呢？他比如说是他的移民政策也引起美国很多人的反感，尤其是最富有的那几个州，因为有很多的移民到这边来他们是在基层打工的，是在那边餐厅里面洗盘子的，做这些基层的劳动力。那你将这些基层劳动力赶走之后，那很多的企业它就没有了基层劳动力那当然会引起民众来讲生活上面的不方便那再来其次一点，我们看到它的取消了所谓多元性平的政策。由于这个取消，那美国最近包括川普自己都发生过好几次的这种所谓暗杀枪击事件，包括最挺他的网红都这个因此被这个暗杀丧命。那他自己也曾经在选举期间有2次这个被枪击，一次甚至于打到耳朵一次只是这个枪击的嫌疑犯跑掉没有开枪。但是我们从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来，美国现在确实是很乱的一个社会情形了。那美国究竟是不是属于民主国家？一个民主国家合理来讲应该这个司法、立法、行政3权鼎立。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川普来讲，他的团队只是不断的利用他的在操弄他的所谓的司法由他来解释让他的行政权不断的膨胀扩大。除了在关税方面，我们看到他在军事方面，譬如说是他现在对委内瑞拉用兵来讲，也是利用他的总统行政权，一纸命令就下去了。那根本如果说开战的话，你应该是要经过国会同意嘛，但是他根本就不经过国会的同意，然后就这个对委内瑞拉用兵。那他是想说这个打击毒品事实上是不应该是用到军队去做这个工作的。其次之外，我们看到川普对其他世界各国也一样，很多的对他盟邦的国家他是极尽的羞辱，包括我们看到他对加拿大说是他的第51州然后甚至于这个对于一些这个友邦的元首甚至于是一种羞辱，譬如说高市早苗他在那边人家是一个女性的国家元首嘛，你对他做出这种不礼貌的举动，引起日本民众的反感。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段时间你可以称之为他是一个他不是顽童，他不是童，他是老人等于老顽固了在这边不断的把自己国家弄乱。我们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务必自腐而后重生